这个青年堪称狠人，只见他猛然将手掌插入火炉中，即便痛入骨髓也未曾放弃，直到手掌筋脉尽数烧断才算作罢。接着还要将左手放入特制的药酒中浸泡，之后再用巨石反复碾压手掌，青年却似乎毫无痛觉，手掌已是坚如铁石，可轻松碎石断木。至于青年为何这般自残式练武，一切还要从头说起。小镇上有2家武学宗门，铁钩门向来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就要欺辱无辜百姓。正德武馆2弟子于天龙武艺高强，心怀侠义，随即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正德武馆馆主考虑到铁钩门对自家产业觊觎已久，便略施惩戒，以堵悠悠众口。不想铁钩门掌门听信弟子谗言，聚众前往正德武馆闹事儿。眼见对方如此蛮不讲理，馆主也不再退让。2人俱是一方高手，拳脚生锋，见招拆招，还是馆主更胜一筹，一招连环踢，当场令对方口吐鲜血。向来极好脸面的掌门一声呼喝，令铁钩门弟子动手，手持双钩再度上前攻来。正待2人僵持之际，掌门钩中藏剑，突施辣手，可馆主也反手在他腿上留了个窟窿。没讨到便宜的掌门赶忙带人撤离。经此一事，掌门颜面尽失，是要除掉正德武馆一雪前耻。自己打不过，便叫帮手，召来各国高手前来助阵，以贩卖烟土的暴利诱惑收买几人。随后便登上了正德武馆的产业，派遣泰国高手闯入砖厂行凶，一众弟子哪里是几人对手，不多时便是尸横遍地，大师兄也身中数脚，惨死当场。同时2名日本高手来到染房，二话没说便痛下杀手，众弟子接力反抗，最终却还是难逃一死。于天龙收到消息，急忙赶来，得知对方还未走远，一路追去，却还是年轻气盛，在磨坊遭遇埋伏。空手道向来以刚猛霸道著称，哪怕于天龙天资卓越，武艺不俗，却也是双拳难敌4手。好在他灵机一动，趁对方攻来时，利用磨坊齿轮废掉对方一臂，再撒出身旁道骨阻碍对手视线，奋力一脚将其重创。其他铁钩门弟子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灰溜溜逃离。发生此事，馆主极为愤慨，号召弟子与铁钩门不死不休。哪知此时掌门已经带着一众高手杀上门来。率先下场的是韩国跆拳高手，招式极为凶狠毒辣，武馆弟子被接连数拳当场打杀。接着掌门派出柔道高手，柔道讲求以柔克刚，借力打力，显然武馆弟子的硬桥硬马难以伤到对方，反被柔道高手一招直接摔飞出去。随后西域密宗喇嘛出战，一手铁指功阴险毒辣，紫衣弟子被其当场毁掉双目。见此，于天龙忍无可忍，自告奋勇挺身出战。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，一招红拳直冲对手咽喉。接着冲绳流高手还想动手报仇，面对手下败将，于天龙更是得心应手，飞起一脚直接将对方踢得呕血不止。未料冲绳流祖师竟是毫不顾忌辈分，悍然出手，未过数招将于天龙擒住，残忍斩下他的右臂。爱徒被伤，馆主决定亲自动手，奈何对方武艺实在过于强横，出手凶狠暴力，如同猛兽一般，任何兵器在其面前都如纸糊一般，一招隔山打牛，直接将馆主打杀。馆主一死，剩余弟子再无反抗之力，正德武馆惨遭灭门，唯有失去一臂的于天龙侥幸逃出。因失血过多，他很快便昏厥过去，碰巧遇上身为郎中的梁伯父女，才留得一命。往后10日，在父女2人的照料下，于天龙逐渐恢复，走出阴影。但师门血仇未报，他实在无法就此安心隐居，只是看着空荡荡的衣袖，又不免心灰意冷。对于习武之人而言，失去右臂便等同废人。此时小玉突然想起，早年父亲曾经采到一种草药制成药酒，可以借此修炼残拳。闻听此言，于天龙大喜过望，只是想要修炼残拳，必须先将手掌筋脉尽数烧断，再用药酒将其重塑，破后而立，其中痛苦非常人可以承受。为了能让逝去的师友们瞑目，以及报自己的断臂之仇，于天龙终是下定决心，咬紧牙关，生生将左手插入火炉，十指连心，手掌的灼痛令他面目狰狞，却还是一次次的将手插入火中灼烧，鲜血自口中渗出也未曾在意，直到手上筋脉全部烧断，郎中立即将他的手掌放入药酒中浸泡。
此后历经1个月的浸泡，他的手掌筋脉重塑，每日再以巨石锤炼手掌，直至手掌如坚似铁。半年时间匆匆而过，如今他一拳挥出，巨石便应声而碎，开石裂木不在话下，意味着他的残拳已炼制大成。这日，于天龙陪着小玉来到小镇，心中筹划复仇的他，就要先去打探一番。未料，就在他离去之后，铁钩门的人垂涎小玉美色，就要强行将人带走。幸而于天龙及时赶回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韩国跆拳高手率先攻来，可残拳大成的于天龙已是不可同日而语，随手一拳当场要了对方的性命。寻常弟子更是一拳一个。得知铁钩门只有柔道高手留守，于天龙当即前往对方的道场，见他只有一条手臂，在场众人纷纷嘲笑，肆无忌惮。哪知下一秒就被教做人，道场弟子还想凭人数优势一拥而上，于天龙运气周身，瞬间挣脱几人束缚，一拳解决一个，不能再多。柔道高手闻讯而来，可哪怕他如何摔击，于天龙都能迅速起身，以对方的手法将其甩飞出去，随后腾身而起，顺势一拳了结对方性命。既已打草惊蛇，铁钩门不会再给他单独一战的机会，是以他放下豪言，3天后与剩余高手决一死战。然而他并未如同表面那般得意忘形，回到家中与老伯商议对策。梁伯对武学也有所涉猎，认为其他高手于天龙不在话下，只有密宗喇嘛的气功难以应付，一旦用出能封闭周身穴道，刀剑难伤。但事无绝对，只要击中伤取穴，对方便会不攻自破。3日后，于天龙来到地狱矿谷，各国高手也如约而至。掌门率先派泰国高手下场，经过一番决斗前的拜神仪式，两兄弟赤脚攻来。这两人号称铁脚铜脚，但再硬也比不过他千锤百炼的残拳。于天龙接连2拳先毙一人，再接数掌将另一人打杀。接着出场的是印度的瑜伽大师，此人拳脚功夫平平，所凭借的不过是倒立绕圈，将人晃晕后出手偷袭。眼见对方故技重施，于天龙有样学样，单臂倒立，甚至还用起一指禅以作嘲讽，快速前进，瞬息毁掉其双目，腾身一脚送这个跳梁小丑归西。随后密宗喇嘛出战，铁指功霸道依旧，交手间便在他的衣袖上留下指痕，但于天龙丝毫不惧，反手一拳砸断其手指，飞身一拳要了对方性命。另一个喇嘛见他如此强横，气息运转，施展密宗气功，任凭于天龙拳可碎石，也未能伤到其分毫。但他也并未慌张，按照梁伯嘱咐，一指戳在对方的伤取穴上，死穴被破，喇嘛当场一命呜呼。接连数场，于天龙依旧未死，掌门当场急眼，命弟子接连丢出霹雳弹。于天龙只能四处闪躲，险险避过，寻到机会接住扔来的霹雳弹，反手丢出，令掌门自食其果。于天龙走时还不忘挑衅，剩下的冲绳流3人果然上头，跟着他一路追上吊桥。于天龙瞅准时机，迅击结果一人，随后一脚将另一人踹进矿洞岩浆。此时仇人仅剩冲绳流祖师一人，经过之前的消耗，于天龙的气力所剩无几，而这祖师却是众多高手中最强一人，对战经验更是远胜于他。此消彼长下，于天龙数次落入下风，此战唯有拼上性命殊死一搏。稍息，两人一触即分，于天龙右目受创，却也让祖师受了内伤。最后于天龙骤然发力，一招击断祖师手臂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终是为同门师友报了血海深仇。